堂堂历史系女大，熬夜看个小说就穿成了侯府主母。在此界寿终正寝，方可重返现代，抢救复国。我没吃完的贵价鸭货啊！谁家半夜穿越？算了，先睡再说。夫人今天怎么了？可是身子不爽咧？去老夫人那儿通报一声，我今儿不过去了。在过府给我请个大夫。老奴这就去办。原主这恋爱脑，为了个从边疆带野女人回来的侯爷，生生把自己气死。侯爷，那我算什么？大半年后，老头子就要带真爱回府了。情啊爱啊算个屁，孩子才是古代退休的保障。夫人，几位姨娘带着少爷小姐们在外面等着请安，让他们回去，说我身子不舒服，今儿免了。是。夫人，那咱家的姑娘少爷也不见。什么咱家他家，都是我的孩子，当然一个都不见。是，老奴失言。原主苛待妾室，把胡姨娘那至多近腰的长子逼得彻底长歪，光想着害人，自家的孩子反倒交废了。这府里的乌烟瘴气，该换个活法。幸好继承了原主技能，不然连字都不会写，早被当妖孽烧了。夫人，该吃药了。大郎才吃药，老夫人那个偏心眼，天天扣我的嫁妆去贴补二房，不给钱就立规矩让我站着伺候，我倒要看看谁先走，到时候直接给你送山上去。都安排好了。老奴办事儿您放心，早都吩咐下去了。母亲昨日免了请安，还叫了大夫。放心，娘没事儿。这就是胡姨娘那个至多近腰的长子，原主苛待庶子，连衣服都不给合身的，这不是逼着人家记仇黑化吗？养虎为患，蠢透了。你们今天就留我这儿吃饭吧。几个孩子正是长身体，嬷嬷叫厨房加些菜。是。怎么短了这么多？身边的奴才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少爷们长得快，是奴才们的失察，下次会叫针线房尽量余出来一些。失察就是失察。什么叫做少爷们长得快？谁家少爷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出去上课教育？算了，反正也开春了，给家里的小姐少爷和2位姨娘，今年春天一人加2套衣服吧，从我的库里出。谢夫人关怀。摆饭吧。我联系了你外祖家，你舅舅让你去跟着他读书，顺便把清浊也带上。我听说永安伯府前些日子闹出的事情，不知道你们听说了没有？家里的孩子就这么多，是分也分不开。不求你们通博古今，但求你们明些事理，不要犯下什么大错来，连累了一家人。孩儿不敢。我是嫡母，虽然没生你们，到底帮着养了你们一场，将来千万不要连累了我。别说什么敢不敢，你们打断骨头连着筋。唉，家里现在没有个顶门立户的男人，你小叔顾得上自家，顾不上我们。你祖母是，孩儿感激不尽，母亲要保重身体。排练好的吧？不过这都给我磕头的感觉，真爽。
姨娘还是要多听夫人的话，侯爷一走就是几年，咱们是指望不上的。嬷嬷说的我都知道，咱们算是哪个牌面上的人物？孩子的前程，侯府的脸面，婚丧嫁娶还是握在夫人手里的。两位姨娘昨夜都说了，愿对夫人死心塌地。京中关于天相克主母的流言也已散播出去了。两位姨娘都是明白人，明白人才能养出来通透的孩子。现在花姨娘领着2个孩子，小院子也住不开，要不还是搬到春华院去吧。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垂怜。原主也真是够绝，精心挑选了那2个鼻嘎大小的地方给他们住，把人当畜生养。从今天起，这侯府的规矩，我陈玉湖说了算。于之也大了，胡姨娘搬去享心院吧。多谢夫人垂怜。正好趁着这机会，看看缺什么，都找管家给添了。原主留下的破屋子，正好拿来做顺水人情，总好过那野女人一进门就挑个大院子踩在他们头上。孩儿们今日要去舅家读书了，往后不能常伴母亲左右，母亲保重身体。快起来！可有那些心大的给你脸色看了？小孩子还是好哄，给点甜头态度就变了。出门在外，记得照顾弟弟，和表兄们也要好好相处。儿子知道，会顾好弟弟。我家太太最近身体抱恙，还要帮着照顾哥儿姐儿，没来请安。夫人实在惦记老太太，特地让老奴过来代替看望。光说惦记，也不见他真惦记我。打发个下人来说2句话，亏得我还总说他孝顺。这嫂子现在可惹不起，要是再从他手里抠钱，我家老爷非休了我不可。事情就是这样。等着吧，老太太最疼二房，为了林区的名声，她肯定会退让的。很快咱家老太太就要去山上了。母亲为大雍边疆祈福，儿媳病骨之灵不能亲送，愿母亲早登清凉地。夫人真孝顺啊！哼，送走这个提款机老钱婆，我的病总算能好了。于之一向亲近她长姐，可喜欢往夫人这儿跑了，就是不知道夫人烦不烦她。怎么？胡姨娘连于之也不想带了，竟是想一个人躲亲见吗？男孩尚且能为自己搏一个前程，女孩却要嫁人生子，妾身蒲柳只愿主母多些垂怜。先传饭吧。青角看起来有话想说，不如说来给我听听。女儿没什么想说的，母亲定夺就是。不愧是我教的，知道藏事儿。也好，都是家里的孩子，以后住在一起吧。就是不知道安之和于之能不能离开姨娘啊？以后可要和大姐姐一起住喽。女儿愿意。同样是女儿，嫡女青角6岁就有了自己单独的大院子。庶女安之11岁了，还只能和姨娘挤在那破屋子里，这就是嫡庶天谴啊！青角的官居阁旁边还有2个院子，让安之去挑吧。谢谢母亲。以后请了女先生，我再把沉思阁收拾出来，到时候你们就在那儿学习。多谢主母大恩。动动嘴皮子，分几间空院子，就感恩戴德成这样。原主那抠搜样，真是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这下想说什么
说吧。母亲对这些妾室最近也太纵容了些，容得他们蹬鼻子上脸，一些住口！谁叫你这么说话的？你的学识和教养呢？那是你弟妹的生母，你们血脉相连，我能惩罚他们，你不行。你没有体面，你弟妹也没有，一支笔写不出2个林字。可是母亲，青椒，你怨恨弟妹分走父亲的宠爱，但你想想，如果你父亲真的爱重我，怎么会一房一房的纳妾？怎么会让庶子和嫡子的生日只差几天？归根结底，问题在谁？2位姨娘和这么多庶出子女，你父亲真心疼爱过他们吗？母亲，为什么？不需要知道为什么，你只要明白，你们如今的体面是他战场上挣来的，你得尊敬他，但不要盲目怨恨无辜的女人。可是母亲，男子能建功立业，父、夫、子都是天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不受制于人的时候呢？夹缝生存有夹缝的道，蝼蚁亦能识相。母亲，我会想明白的。我的女儿定会长成如皎皎月光那般的女孩，清明坦荡，无所遁形。母亲说，君臣、父子，大环套小环，父亲带姨娘和弟妹，归根结底错在他。女子的路得靠自己争。张姐，不要说了。来，都坐下吃。你们姐姐和你们说了那番话，有什么想法？母亲，姐姐，这不能说。青角，你可看见了？你还不如你6岁的妹妹。不过，你能对妹妹们卷盘吐出，证明你心里有她们。我不想把你们养成以夫为天的木偶娃娃，高门大悦吃人，我怕以后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安之，哭什么？女儿高兴有人替我考虑。你姨娘是仆人出身，能生下你们已是逆天改命，见识难免局限。但安之，你是侯府的女儿，大可不必全听她的，有不懂的来问我。女孩们都调教的差不多了，至于男孩子，大方向交给聪明的青竹，只要把姨娘和妹妹捏在手里，他也翻不出天去。你们记住我说的，蝼蚁识相，更要记住性命最宝贵。吴大姑娘的事听说了，被婆家表妹逼得上吊，那一家子的贱命哪里比得上她一个干净人？你们将来不管遇到什么事，绝不能自轻自贱，更不要自损。姑娘今日瞧着精气神都不一样了。我姨娘连把我嫁回亲舅家那种仆人之门的话都说过。我固然比不上大姐姐，可从此身后也不是完全无人撑腰了。幸好这个家是母亲掌着。这就怕了，现在连叫亲生闺女都得先过嫡女这关，权力的滋味真好用。今天晚上你们兄长就要回来了，既然放假了，那晚上一起吃饭。是。看来在我娘家被规矩毒打后，这哥俩反而处出阶级感情了，挺好，省得内耗。路上累不累？孩儿不累。都去歇着吧，晚上来用饭。听说最近花姨娘的娘家人又在府里作威作福了。花姨娘头脑不清明，要是想不明白，就把青洛送到我这儿，我替你养几天。夫人息怒，妾身知错了。行了，回去告诉你老子娘，府中还轮不到他们掌事，让他们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
夫人，边疆的家书。满纸情深，却轻飘飘一句已纳了个妾，渣男就是渣男。母亲，长得不像我，不爱读书，还有几分野性，这小子得换个活法。这小子混不吝的，当爹的不在，只能我找人治他。吃好了没？走。今天家里的兄弟们都被我安排去和武士复学，骑马比剑了。母亲一直逼我读书，故意带我出门，就是为了让我死心吧？他像极了他父亲，桀骜不驯，我的话是一句听不进去。我是要给他找个能管住他的，把他交给我家将军，你放心，绝对磨磨他的性子。呀，这是姐姐的哪个儿子？长得这样的好。唉，你仔细看看，这是我妖女，成日舞刀弄枪的，谁都不爱和她玩。好姑娘，英姿飒爽。姨母回去就把你叔父那把象牙匕首找来，送你当见面礼。你愿不愿意带我家姑娘一起玩？多谢姨母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为儿子奔波，我为女儿上火。这不是现代，不是男模店，不能乱看，我闺女还得嫁人呢。真像你父亲，你母亲管束你也不容易，我收下你了。学武很苦，能坚持住吗？我能。青铜去将军府，衣服伤药要多带。我宁愿你打了人我去道歉，也不许你被打了偷偷抹泪。明日去几个歌儿房里，声色的丫头全赶走，换成小厮和老嬷嬷。马上满月了，大大小小都别忘了给你们父亲写信。是。这叫慈母邀功法。我不念叨出来，你们怎么知道老娘付出了多少？写吧，最好全写上我最近累病了，让那死渣男看看我有多尽心尽力。儿啊，你不爱读书，娘不怪你。我不求你真持天下，只求你做自己喜欢的事。受委屈了就派人回家找我。这玉壶真是不容易，当真是一片慈母心肠。玉壶放心，我会多看顾青铜的。咱们离得近，想儿子了就过来和我说说话。母亲，姨母，母亲，我也想学鞭子。这个我可不会，你们干脆求求一真姐姐，让她教你们。当然可以。那我回去得准备拜师礼，绝不慢待了我们一真师傅。好啊，送来个儿子不够，连女儿也要送来。你这是想赖上我家呀？可不是，我看威武将军府人杰地灵，干脆我也拜姐姐为师，搬来府上算了。府里还有其他的孽障等着，改日再正式下拜帖来做客。男人离家几年，这一大家子庶子女全压在他一人头上。他不嫌弃，还给孩子们全心谋划，真是个剔透的善人。林青竹智多近妖，如果一剂药死了，不行，胡姨娘老实本分，现在下死手我怕做噩梦。既然拿捏不住，就不如把她往不惹祸上培养，用利益绑死她。
谁也别想毁了我的养老生活。玉壶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怎么把你家的数字一起送来了？我后悔啊，后悔没早早处理了这些数字。但既然长大了，我只能看他们的资质，资质好就和轻薄一起科举，反正他们都姓林。哪怕他们将来高居庙堂，名满天下，我也是嫡母。把他送到咱家来，他就是咱家的外室和学生，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。这些年了，你总算长了点脑子，想得明白，家里就不会不管你，交给你哥哥便是。你既然有了打算，家里自然全力帮你。陈太尉一把年纪纳妾，当晚就被夫人抓花了脸。程阳伯更离谱，和弟妹苟且，现在二房已经分出去了。前几天还有个文官，正妻随意打杀了平民出身的妾妾，被皇上以治家不严申斥，一家子吃瓜落。治家不严就要吃挂落，帝后这是借着后宅的由头，在敲打朝堂的世家大族，这风向变了。家里的男孩都打发出去找路子了，女孩也门路找好，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我这个假妈也算托举到位了，剩下的就该享受贵妇生活了。剩下的赏给下面的人分了吧。谢夫人赏。这侯府管家贪不贪我不管，只要听话就行。用不差钱的手段施恩才是王道。这两位嬷嬷是我请回来教导你们的，见礼吧。我的女儿虽金贵，但我不想按传统教养，沾不得污秽的说法，我不认。该知道的阴私还是要让他们知道。我绝不愿把孩子们养成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傻子，提前教了，将来遇到事才不会慌张无措。谨遵夫人教诲。前2日二夫人带小少爷上山看老夫人，结果孩子高烧不退，老夫人发了话，叫大家别去请安，免得打扰她清静。也好，省得折腾。这批软烟罗给姑娘们做衣裳，2位姨娘的料子自己挑。夫人，这是妾身新绣的。侯爷不在家，我一个人带着你们2个，你们俩哪个贤惠，干脆我娶来做妻子算了。母亲，写完了这20个大字，我能吃1块糕吗？谢谢母亲。快进来歇歇，小心晒成黑煤球。安之性子弱，与之有脾气，轻脚看着温和，实则遇事有点不择手段。好在长了张小白花的脸能装住，这日子真有意思。母亲，我想吃糕。再撒娇，吃了糖糕回去我告诉你姨娘，看她不揪你耳朵。那母亲帮我说话，我姨娘最听您的话。我凭什么帮你？回去我给母亲打香转。孝敬我是应该的，不算。算了，我这个做姨母的，今天给你求个情，吃1块吧。青洛，你哥哥找你呢，让我带你出去。我不去，我要走了，就剩母亲在这里，我要保护母亲。快把他留下吧，省得他看不见咱们欺负了他母亲。姨母这里有我保护，你哥哥在外辛苦，好久回不去家，你不愿意多陪陪他？母亲，二哥想我了，他在外辛苦，儿子去陪陪哥哥，去就来。去吧，别让青铜乱给你吃东西。你们说他家妻妾和睦，你们不知道他上次跟我说，虽然侯爷不在，但府中依然是一夫一妻制。这从何说起？
他说2个姨娘，一个是他夫人，一个是他妻子。我家的2位姨娘可贴心了，侯爷不在，轻轻弹的一手好琵琶，莲儿的刺绣极好，我日日被他们哄着。我家侯爷长什么样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等你家侯爷回来，我定要说给他听，尽管说去。我听说你发明了一夫一妻制，你现在出名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皇后胞妹把这当笑话说给帝后听，皇后说你自在随心，皇上也说你别有一番洒脱。把我那套翡翠头面带回去吧。三弟妹也给你准备了一套8宝头面，还是家里好啊。怎么，你那一夫一妻没伺候好你？可好了，温柔又细致，是我学不来的那套。你二哥被聘为仲书书院院长了，即日上任。你把这2个孩子也送过去。送到书院去，我还能怎么套近乎刷好感度？刚说你有长进，又摆出这副样子。侯爷娶你做宗妇是瞎了眼，你要是耽误了孩子前途，不用等侯爷回来，我就让他休了你。外祖母息怒，母亲只是一片慈母之心，舍不得儿子。外祖母保重身体，我母亲贤良淑德，撑着偌大侯府，没人能随意休弃她。你的意思是我是非不分喽？孙儿不敢，我们都知道外祖母是为了母亲好。我不敢耽误他们前途，他们是幼婴，何该在广阔天地施展拳脚？哼，你知道就好。谋士以身入局，举其胜天半子。女子竟也能有这般气吞山河的心胸和手段。促血鬼，人家相看没成，看刘夫人找不找你算账。我养大的男孩们将来名满世家，这养成流真爽。夫人啊，天晚了，快让2位姨娘回去歇了吧。这是我妻子和夫人，本就该陪我睡觉。我这等身份，生来就是伺候人的，这辈子做不了正妻，好在夫人给了我个圆满。我若不做妾，便是嫁给奴隶生一波小奴隶。事情如此，半点不由人。幸而遇见了夫人。去书院的行李，你们自己有何打算？小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我可不养书呆子。书院读书，旁的不打紧，重要的是带自己的可信书童，带上书就好，带多了反而招眼。舅舅刚当上院长，我们更该小心。想得很周全，用心读书，但切记避开学院的拉帮结派，那往往勾结着朝堂。你们在外替自己顾虑周全，我盼你们有所成就，但前提是平平安安。承认平庸，有平庸的活法，平安就好。母亲这是不信我和三弟，我们定要考个功名出来，证明给您看。儿子定当勉励。那感情好，将来儿子给我挣的诰命，比你们父亲挣的还要让我欢喜。还小呢，就要去拼前程了。卓弟，家中为我们担忧，春闱我们一定要尽力而为。母亲，秋日了，我们在家里摆个小宴吧，请舅母和冯姨母来家做客。我们也想一真姐姐了，知道他们是在宽慰我。世家大族人际往来确实重要。那也好，就依你们的，我们办个螃蟹宴，你们3个一人负责一块。姑娘们年纪小，这宴会却是我主办的。你们若是仗着资历老，敢糊弄他们丢了府里的脸，我定不轻饶。奴才不敢，定会尽心辅助小姐。新媳妇长家还得自己摸门路，你们有我撑腰。对待那些老管事，面子上敬着，但绝不能露怯，省得那些看人下菜碟的下人觉得你们软弱。说到底，你们才是主子。是。大夫人来信说，表夫人要带个出名的戏班子来，让咱们把控好宾客名单，怕有冲撞。戏班子传下去，今日赴宴的女眷、贴身伺候的丫鬟也要严查核对。另外，各家女眷忌口的单子我亲自盯着，绝不能吃坏了人，砸了侯府招牌。是。就看在这一身行头的份上，侯爷那20个小妾回来，我都能忍。不，只要不生孩子分走我的养老费，他就是那120个回来，我都行。来做客的不是姻亲就是手帕交，这当家主母不好当，这点用来维系关系的小财
眼皮子浅的才舍不得。我倒是想给你们看惊喜，就怕带累了女孩们的名声。我们这群老帮菜不要紧，女孩们可得避避。你说谁是老帮菜呢？哎呦，怪我没把门，忘了今日还有这样年轻的菜叶。怕什么？就让女孩子们留下，长长见识。难道这是要拉着大家的名声同归于尽？全都是女子反串的，进门前验过身了。这男人过的真是好日子啊！以后这戏班得常请。这群古代贵妇怎么比我还野？说好的恪守规矩、古人腼腆呢？大家快看侯夫人的脸色，你别摸人家脸了，快把夫人吓死了。感情这里还有个纯情人，瞧这脸色。秋莹，你快坐到夫人跟前去。想必是侯爷十分俊朗，夫人这才看不上秋英。他家侯爷体格健壮，只是比起我家将军还是稍逊。他们怎么不声不响，还在那儿坐着呢？这冯夫人合不上的嘴巴和女孩通红的脸，太好笑了。这古代贵妇哪有那么多戴着面具的忍者神龟？正房对妾室有正经事做的爷们儿，也没空整天在后院谈感情。人都是鲜活。夫人，秋风凉了，关窗吧。奴婢去换盏茶。不喝了，晚上让厨房上酸笋老鸭汤，再配几个爽口菜。是，正好还有上好的青梅醉。林清洛，完事，交点着。青梅竹马的花姨娘宠了多年的胡姨娘，她连信都不回，居然还怪我太仁慈，养大了他们的心。这渣男真是够绝情的。这封信拿去烧了吧。奴才办事，您放心。你们都出去，在门口守着。老太太为了保林区的官途，死活不肯杀人。施主慈悲，我就当带全家来度假10几天，顺便抄经打发时间，这信佛慈善的名声不就立住了？母亲不用惦记，祖母既然甘愿待在寺庙祈福，那也是心系父亲家国，母亲不必多劝，家中一切都好就行。古代人早会，这老太太怎么上的山？他们心里明镜似的。玉壶早该收拾那偏心老太太了，还让我给老二的孩子找个大儒开蒙。我的儿子都是借了夫人的光才进的书院。我是个武将，没人脉。你给玉壶站规矩的时候，没想到要求他吧？你要是拿孝道逼玉壶，我就写信狠狠折腾老二。逆子！母亲满眼都是哥哥们要归家，一点容不下我和姐姐们了。母亲偏心眼儿。是母亲的错，母亲担心天冷，哥哥们路程不顺。青洛去叫姐姐们来，中午来母亲这吃好的，穿上大套。儿子去叫姐姐们。那于参将和自己弟媳厮混，被参将夫人当场抓奸。现在二房的嫡长子变成了大房的庶子，这放现代也是炸裂的热搜。看来古代人对这种事儿也不是司空见惯。青青和莲儿，你们说这参将夫人该不该和离？不合理，拿这事儿拿捏参将一辈子，顺遂日子在后头。依我看就该和离，趁着年轻还能再生，后半辈子看着那恶心男人，日子且难熬呢。现在和离，趁着能生，还能再生一个新孩子，过去干脆抛开也不错。就该这样，该忍时忍，该断时断，才能成大事。书院里那些派别，你们没掺和吧？母亲放心，我们听您的，绝不站队，闷头读书。那就好。二公子回来了。我这慈母演技，简直炉火纯青。御史府老夫人派人来信了，承安伯府三房夫人被太后赐毒酒，原因竟是因为长公主看上了三房的男人，太
太后这是借机在打压专宠的皇后啊！这就是皇权，只因公主看上，便随意赐死无辜原配，草菅人命。青青和莲儿回去睡吧。从明日起，府里的进出多约束些，男孩子们非必要少出门。这舒坦日子过久了，都忘了皇权大于一切。一句话赐死无辜原配，这太危险了，难怪大家都要争权夺利。结果这家里只有我因为这事儿睡不着，他们对皇权之上早就习以为常，连闲话都不敢说。母亲放心，哪怕是皇上，也不能随意赐死臣下。勋贵势力盘根错节，那些世家大族，皇权也要谦让3分，不过是承恩伯府没用罢了。好，母亲知道了。希望林家也有世家百年那一天。会的，儿子会努力的。也不用太努力，任何时候保全自身为先，身后还有家人在呢。和母亲说了吗？你哄母亲，她肯定比我们说还要高兴。子孙相和，侯府后继有人呐。传令，本侯要请旨，提前回京过年。青洛，来坐到我身边来，别跟着哥哥们坐冷凳子。这下坏了，我把你们祖母给忘了。夫人放心，大雪封山，路不好走，管家已经做主，加了2成年礼给老夫人送去了。等春暖花开，再去接老夫人回府。还好有管家，有人善后就是省心。今年管家的年礼从我司库里多加3成。是。新年我新做的几身衣服，挑的都是鲜活颜色。这些日子吃的清淡些，过了节且有的吃。夫人，侯爷回来了，快到府门口了。夫人，侯爷回来是好事，快点给夫人拿衣服来。别过来。好臭的男人。清白，带着弟弟们见过你父亲。好，都好，走，进屋说。侯爷，瞧我，把你给忘了。姐姐好，我叫蒋玉孙。你和夫人同字，日后不要提起你的大名。你是侯爷的人，边疆的人都叫我如夫人。边疆没人看顾侯爷，你帮着管家，下人这么叫也正常。不是因为管家，是因为侯爷说要抬我为平妻。怎么，我陈家要落魄了？还是我病入膏肓，终于要死了？夫人慎言，百无禁忌。既然如此，那让侯爷说吧。侯爷说是平妻，我一定给妹妹退位让贤。夫人不肯，那就算了，抬为贵妾吧。贵妾？谁同意了？我看还是给蒋姑娘收拾个客房吧。我父亲是边疆守将，平妻怎么当不得？夫人不至于此，若不喜欢她做贵妾，那就平妾吧。下次见了我，记得行大礼，叫夫人。我陈家可没有做妾的姊妹。侯爷，夫人辛苦。传饭吧。在我身边摆一张小鸡，给青青和莲儿。青青莲儿叫得这么亲热，这不像我那爱吃醋的夫人啊。孩子们，敬你们父亲一杯酒，端坐接风洗尘了。夫人，外院那位还坐着呢，看怎么安排。还坐着呢，那就把他安顿在原来胡姨娘住的秋水堂吧。算命的说过，那个院子有助于子嗣，正好腾出来给新人住。顺便告诉他，明早起来给我敬茶。父亲正值壮年，满心建功立业，哪顾得上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女人？
人暂且不说，孩子都大了，青青和莲儿也该提为贵妾了。安之和于之也记在我名下吧。好，夫人心善，你们俩还不快谢过母亲？都回去午休吧，我去书房休息，不打扰夫人。那侯爷就去吧，可别走错了，去了秋水堂。给秋水堂那边开库房。侯爷，开库房需要夫人的对牌，那就分力之内，给他尽量用好的吧。是。坐吧。雪天路滑，你有这身孕，就不留你用饭了，回去吧。给他院里添2个炭笼，晚上的菜色按家宴适当删减，上些清淡好刻画的，到底还怀着孕呢。是。只要不触及我利益，我没兴趣为难一个孕妇。你给我下来！干嘛呀？我夫人的床，我上不得。侯爷会休妻吗？要是觉得过不下去，我们就和离，或者干脆休妻。你在说些什么？如夫人，我在京中操持老小这么多年，就换来了一个如夫人。我当年果然不该低价给你。侯爷若不想和离，那以后就对付着过。从我的床上下去，那里给侯爷铺了床，去吧。行了，不用你伺候，回去吧。侯爷，我一路奔波，还没请过平安麦。侯爷，今天去敬茶，夫人没答应。夫人不大喜欢我，我没敢提。侯爷，我只有你了。夫人是个好人，你和她提，她不会为难你。内宅到底还是夫人说了算，玉森你明白的。是，玉森知道了。秋水堂那边最近风头很盛，要是你们想争宠的话，尽管去争，我不会迁怒你们的。将来孩子们的婚事，夫人可会为了他们争取？那是当然。我不想再生育了，算了吧。本就贱命，是夫人垂爱，哪有心思争那些？以后闲来无事，我教你们识字吧。好。我打算雇些人手，把上山的路打扫出来，去接母亲回来。太后因为长公主看上了承安伯府的3房，刚刚赐死了一位夫人，现在正和皇后在朝中暗暗斗法。你现在大张旗鼓的开山路，小心出了哪位的梅子。那等春暖花开路通了，再去接母亲。夫人，吩咐厨房准备的莲子百合炖燕窝，被秋水堂的小丫鬟拿去了。真是一股野性未驯的小家子气。去拿一盒燕窝给蒋姨娘送去，她怀着身子，补养也是应该的，不用去接我的东西。那小丫鬟需不需要找人教一教？让蒋姨娘自己教，教不明白我给她换一个。是。夫人今天的燕窝没喝到，喝点酸枣仁子汤也好，安神镇静。她有身孕，吃了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先告辞了。让绣房给咱们俩也做一身，我要嫩黄的。新鲜。那我要碧色的，水灵。夫人，侯爷晚上去了书房。给侯爷多送个炭盆，刚从边关回来不适应，常用的膏药送2片。为了排挤我，堂堂主母竟自降身价和妾室交好至此，一点威严都没有。我知道了，约束好你的侍女。听说你是家里嫡女，应该不知道妾室是什么待遇吧？回去吧。是真本你说这个做事才能有好的得失。等过几年娶媳妇万一合不来，我就出去云游，带上你们俩。那感情好，就怕有了孙辈舍不得离家。祝母亲年年开心，青春永驻，一直漂亮。乖，但把父亲给忘了。祝父亲高升。好。你们早上给姨娘磕头了没有？
左姨娘就交代，先来给您磕头。死心眼儿，不会偷偷磕过头吗？大过年的，也让姨娘高兴高兴。母亲是担心有人分宠吗？你觉得我是在担心这个吗？不是，那你还问？我只是想知道母亲为什么伤心。你叫我什么？认清你的身份，生了僭越的心思，反倒对你不好。姨娘，你不是问我为什么伤心吗？我告诉你，是家散了。如夫人到家的那天，于之也说担心我伤心。花姨娘当年有孕，夫人的难堪和侯爷松口气的绝情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夫人大度的那一刻起，心就死了。你们男人可真不是个好东西，以后没事少往我这儿跑。既然如此，那还是让母亲离父亲远些的好。我只选择对我最有利的局面。愿世清平，愿老临头，常与君相见。这是我们俩织的，贺夫人新年。这得多少钱？倒是显得我对你们不上心了。我给你们准备了俗气的阿破物。侯爷恕罪。我什么都不缺，自有夫人替我准备。我没生他们陪自己姨娘的气，我就是看不得你这里不热闹。婵儿，我们管不了别人，永远只能管好自己。你们选好给老师的年礼了吗？我送的是礼节，你们送的是心意。清白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先问问清浊，看他有无安排，若没有，就和我一起。这才是当大哥的。夫人，侯爷往秋水堂去了。谁让你来传的话？是春丹姐姐。春丹，蠢蛋，下去吧。母亲房里怎么有这么蠢笨的丫头？年后补上来的关系户，好在他们没问什么母亲怎么不关心父亲去哪儿的屁话。灵迹离家太长，在孩子们心里早就没位置了。过完年开祠堂，我就把家里的庶女全记到名下来。女孩在这世道吃苦，嫡女身份好听些。母亲，若要记名，不如挑了清浊，她资质很好。我觉得不行，清浊未必愿意。犯不上，她资质再好也是庶子，爵位落不到她头上。清白，人有贪念很正常，但要克制。把庶女记名是施恩，若把资质好的庶子记名，将来入仕，家里的资源给谁？若偏心你们，那就是抢了人家的儿子当踏脚石。两位姨娘现在活着就指望孩子，到时候施恩反成仇。儿子受教了。姨娘要是忍不住，就去正院吧，母亲不会怪罪的。我倒是想，夫人好不容易和自己儿女待一会儿，青铜常年不在家，我们去讨什么闲？清浊哥哥，走，去找父亲放报纸要压岁钱。听说了吗？长公主婚后不和，林区这冬天从翰林院被贬去做了个远方司令。老太太没找侯爷闹。老太太想让侯爷帮忙活动，可他一个武将根本不管，而且他一点口风都没向我露，就是让我别管闲事。侯爷这事儿办得倒还算清醒。初二回娘家，我已和侯爷说了，派人跟着。你们三个不用待在府里，出去看戏吃饭。夫人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能出去？如果喜欢，以后我多带你们出去。真的？那我要带那只赤金点翠的头苗。我穿那件16红的月花裙，咱们明日一早就走。这衣服太奢华，
正好借花献佛拿去给老娘，告诉她我过得很好。来，挑你们喜欢的。你这是要把侯府搬空啊？是家里姨娘孝敬的，我年纪小恐压不住，借花献佛孝敬您。你送的我都喜欢。听说你府里多了个如夫人，当年临济用军功求娶，原主哭闹无果，迫不得已低嫁。可如今我不是她了。是啊，多了位姨娘，边关纳的，替侯爷操持了几年。给你惹麻烦了？一个妾室还能翻出天去？他从前多在乎临济啊，如今如夫人这样骑在头上的妾室，竟是这般冷漠不在乎的态度。想开了好，别管依仗谁，自己过得舒心最要紧。哼，我家侯爷你们还不知道吗？为了家族门第，不看我也要顾及我兄长和紫云。妾就是妾，该敲打也要敲打，翻不出天去。我没你想的那么菩萨心肠。这老登就这点好，骨子里守规矩，只要不碰我财产，他那点爱我才不稀罕。都过完年了，二房连年礼都没送来。不用管，我会和老二说清楚。今年冬天先不去接娘回来了，开春再说。那太后多大年纪了，居然有孕了？前脚逼皇帝纳寡妇侄女，后脚就爆出这种丑闻，这绝对是皇后的手笔。这夺权宫斗要死多少人啊！哎呦呀，夫人发烧了，快去请侯爷和大夫。夫人忧思重，又惊惧交加，劳累过度，切莫多思多虑，忌惊吓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为何惊惧？难道我说我一个现代人受不了你们古代这么炸裂恐怖的宫斗？我总觉得你回来还不如不回来。你待在边关虽苦寒，好歹无功无过，现在一看就不太平。偏偏你被召回，给的还是指挥副使的高位。太后和皇后不知道风雨何时能过去，清柏清浊又要科举，我这颗心始终提着。前些日子陈恩伯无辜罔顾，我就怕争斗之下卷进去的人更多。我是谁的人？陛下的。对，忠君爱国，首要忠君，跟着皇上走。太后和皇后再大的风浪也波及不到我们，大不了就是被削。咱们一家去守边疆，我护得住家里。大不了被削呗，只要不会死就行。这根柱子还是有点用的。蒋姨娘快生了，留在府里好生养胎，其余人都带去山上放风。玉壶啊，老二被贬到了那鸟不拉屎的县令位子上，能不能让家里想想办法，帮一帮你弟弟？太后有孕，庄妃有孕，太后密旨赐死官眷嚣张至极。这皇家母子情到底几斤几两重？太后娘家恐怕要倒霉了。林琪说的对，这浑水绝对不能搅和，特别是婵儿，宁可搅黄婚事，也绝不能被皇家选去当什么侧妃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一看你就没诚心礼佛，别惊扰了佛祖。和母亲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回家去母亲继续礼佛，小佛堂重新打开，咱们初一15去请安就是了。你不怕我对你娘不好？你还能对她不好？你敢对她不好吗？就她那脾气，她若过不好，家里谁都别想好。母亲，父亲呢？你父亲有点事，我来给你们操持。母亲，我们和表哥都过了同生试，表哥是暗手，我排行第2，我稍逊大哥一筹。好，太好了，放爆竹！城外施粥3日，请大夫在金明寺义诊3日，切记不要张扬，给家里的孩子积些德行就好。夫人，蒋姨娘不好了，侯爷说让您再着人送一根参过去。去找方嬷嬷，我库里还有一根有年份的老参。原来父亲在秋水堂。求侯爷把这孩子记在夫人名下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在威胁我。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当一个被人指点的庶子，我舍命生了他，求侯爷怜惜我这一次，为他谋算一番。你先起来，我答应你，去和夫人商量一下。母亲，等我长大了肯定当状元，
打马游街，告诉别人我是您的儿子。母亲没有生我，却像父母一样爱我。您的爱更没道理一些，我最孝顺您。青洛，你放肆！我问你，谁是父，谁是母？行了，看把孩子吓的，一个是生你的姨娘，一个是理发的母亲，这些话不可出去乱说。至于孝顺，随心就好。就算要孝顺我，前头还有你哥哥姐姐，且轮不到你呢。蜀地的厨子特意给您做辣菜，华姨娘亲自下厨做了败火药膳。侯爷怎么把孩子抱到我这儿来了？玉壶，这个孩子你来养，将来记在你名下。侯爷吃多久了？方嬷嬷，把孩子给蒋姨娘送回去。玉壶，我没有和你商量，孩子你抱着，养玉孙以后禁足秋水堂，非年节不得出，你满意吗？这老登为了个妾室跟我大小声，两个儿子重同生你不露面，现在来恶心我。去书房，去书房，叫两位公子过来。你当着孩子的面掌掴我，那又怎样？报喜的人来时你在干什么？我儿考中童生，不值得你出面一次吗？你守着那个小妇，可是怕我害了她。母亲，我忍不了，谁也别想算计我。我不愿意的事儿，谁也强求不了。过不下去，趁早和离。方嬷嬷，把那孩子给秋水堂送回去，问蒋玉孙自己生的要不要，不要我有的是方法安顿。是。求母亲成全。求我成全？成全什么？他和身边的小丫鬟好上了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师父领命，边关易动，那是儿子的理想，哪怕危险，儿子也想跟着师父去。18岁上战场，你自己去跟你父亲说，他同意，我无话可说。放心去，受不住就回来，只是遇到危险知道跑，别让你母亲伤心。父亲，您的脸是新姨娘打的吗？行了，不干你的事，收拾行李去。父亲的脸怎么了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是母亲打的，父亲要把蒋姨娘的孩子记在母亲名下。父亲糊涂了不成？林军师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不积极？躲什么？突厥嚣张，若皇上需要，臣请战。战你个头！给朕守好门户。林青的脸，是夫人误会，气得很了，一时误伤。原来是误伤啊！怎么回事？上次回来不是说没大事吗？这次可不是玉壶的错，母亲说了，若林吉坚持把庶子记到玉壶名下，不如和离。崔氏二房那位二爷孝期眼看过了，大族虽不外娶，但条件相当的不多。母亲很有想法。小婿给岳母请安。贤婿起来，事情我已明了，是我没教好他，竟让他做出长果夫婿的事。你尽管回去，玉壶留下，我会好好教训他。是小婿的错，应该和玉壶好好商量。贤婿不必多说，带着孩子们回去吧。糊了！踏实在家住，和离了，娘给你找更好的。青铜被岳母留下了，怎么莫名有了一种和离被分走孩子的感觉？老夫人，佛都已经捡完了。明儿接着，不是好人家的闺女吗？明天帮我抄佛经。我看她是个不安分的孩子，玉壶不要，随便养着。至于这贱妾，打发出去，或者送人算了。哼，玉壶被我为难那么多次，也不敢当着我的面拉拉扯扯。来人，把蒋姨娘送回去。老太太真狠啊，月子里的产妇说折磨就折磨，还不如给夫人做妾。这府里没夫人，待着真让人害怕。问问侯爷什么时候去陈家，夫人在家，能不能把我们俩也带上？岳母，我来接玉壶回家。贤婿，我没教好玉壶，她不肯认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你与她和离吧，以免林家家宅不宁。她的嫁妆留一半在林府，算作赔偿。岳母，我不和离，是我不对，不该为了庶子和妾室跟她闹。早点和离，对大家都好。她没过门，你的妾室就有孕，她忍了。你母亲不好相处，她也忍了。如今你出了个如夫人，折煞我女。林侯，我们陈家仁至义尽了，和离书会送到的，请回吧。孩子，你若不想管，
都给玉壶带着。陈家会管他们出嫁，送他们去族学。我夫人让我提醒你，崔启贤马上要进京了，你再哄不好尊夫人，陈府就要开始备嫁妆了。崔氏来真的？好好说，怎么成亲这么多年了，身居高位还是这副死样子？也对，你那个泥腿子出身，怎么比得了陈家家大业大？当初你拿军功求朕赐婚，陈家老爷子不情不愿把女儿嫁给你，时间长了，仙女成野草了。皇上，朕可不管，赶紧想辙求你夫人原谅，否则朕给她添妆，再让你把小妾扶正，你说呢？皇后有想法，让皇后给你指条明路吧。她说了，以后内宅一概不插手，全交给你处置，私房也交给你。她不纳妾，不再生子，这是她的承诺。我不知道是回去好，还是再嫁好。到了新家要重新磨合，和继子更难相处，不如就此拿捏住他。庶子既没记名，也没占便宜，咱们一点不亏。有了这次开头，下次再也不高兴，你继续打他。对啊，我没吃亏，回去我就是绝对的老大。青洛想我了是不是？母亲，我们都想你了。你个娇气包，这么大了还撒娇。是贱妾痴心妄想，贱妾知罪，求夫人不要和贱妾一般见识，求夫人怜悯，放我离开吧。你不用这样，我无意为难你，你先回去，想做什么，等你好了再来找我，我能答应的都会答应你。夫人，蒋玉孙今天的话意思是，我不知道，随便他，他想好好过，我帮他一把。怎么，你们也想出府去？想啊，可除非再嫁人，否则哪来的保障？这世道，女人就像昂贵的宠物，必须有个主人才能立足。我是父兄争气有靠山，蒋玉孙就是有依靠实则没有的悲哀。夫人缠上，以免受风头疼。我不是头疼，是心疼女人的遭遇。在边关，我当家做主就像真的夫人，直到入京，看到穿着黑大氅的她，才知道什么叫云泥之别。华姨娘是她的第一个女人，胡姨娘曾受过她的圣宠。我拼死生下孩子博前程，下场却如此惨烈。凭什么男人不能从一而终，却要求我们三从四德？我好像被永远困死在这后宅里。夫人在陈府过得可好？想我们没？好极了，嫂子弟媳都好相处，还是在娘家当女儿舒服。不过我现在的日子也不错，晚上能抱着两个一起睡，人家男人都没我这福气。来了，坐。夫人，求您放我走吧，不管是生是死，我不愿意待在这个囚笼里了。老太太说要把我打发了或者送人，我是家中嫡女，怎能如浮萍般被转手送人？老太太那句送人，把她自尊按在地上摩擦，彻底逼疯了。你出府了怎么生活？当外室？我不要给人当小了，求夫人救我。两个选择：一，在府中带发修行，还能看着孩子长大；二，我给你寻个娘家远房表妹的身份，给你备嫁妆，在军中挑个出色的小伙子嫁了当正妻，但代价是你要割舍过去。蒋姨娘会在这世上病故，你回去想好。她选了第二条，过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从今往后府里再也没有如夫人，只有一个没亲娘的幼儿，还算。你去军中挑个小伙子，家底不厚，老实憨厚，长得英俊点，蒋玉孙能干，定能拿捏住他。过节二房连节礼都没送，想必是谭氏记恨侯爷没帮林区活动。看来古代也不是全员宅斗高手，蠢货才是日常高产人类。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明天把胡子剃了，丑死了。你懂什么？风流雅士都会蓄须，还风流雅士，吃东西多不卫生啊！再说了，你是风流雅士吗？留这么长，将来皇宫有事儿，你拔剑出来，再被自己胡子绊个跟头。你如今怎么这么刻薄？好心当成驴肝肺，赶紧剃了，真丑！你把我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把胡子剃了？那当然不是，我叫你过来是有正事儿的。你去军中找个小伙子，家境可以贫寒，但不能太贫寒，年纪不能太大，
长相要周正，最重要的是家中婆母要好相处。你这是要干嘛？找女婿呢？找什么女婿？我给你小妾找男人呢。说什么？就是这么回事儿，你自己去问蒋玉孙吧。侯爷怎么说的？什么都没说，往秋水堂去了。真羡慕蒋姨娘，她有反悔的机会。你也想再嫁啊？不是，我就是羡慕而已。我是家生子，哪有那样的好运气？花家连奴籍都没脱，林七嫌弃他娘家欠薄，连帮一把都不肯。这世道，女人的命真如浮萍。对了，我给蒋氏准备了嫁妆，我愿意改嫁。你真的不知道说你什么好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这小子是家里最不听话的，可他才18岁啊，18岁就要去边关上战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想好了是不是？死也不反悔。是，我想好了。那你就去吧，眼睛要看着前面。儿啊，别回头！别哭了，边关有战事，是他的机会。你就知道打仗，那是我怀胎10月生下来的，要不是嫁给你，他怎么会上战场？你的孩子不用上战场，那就得别人家孩子上，亲生的是孩子，人家孩子不是孩子。怪不得林夫人跟他闹，这么个榆木脑袋，岂不是要气死林夫人？林侯若不是憨厚性子，皇上也不会放心把他派去边关。你说的对，还没到战场呢，你就自己吓自己，现在追回来都来得及。他到了边关肯定先巡逻。闭嘴，出去！就是这个科技与狠活的味儿。这个长得好啊，长太周正惦记的人多，不行。这个家里够穷，家里有老娘，还是独子，妈宝男，不行。那这个呢？让玉孙挑，是他嫁人还是你们嫁人？就他了，虽然27岁未娶，还带着2个年幼弟妹，长相阴柔，被传克妻，但人品没问题。你决定好了？谁养这孩子？我来养。青洛是个男孩，2个男孩一起养没忌讳。为了感谢你，我做主给花家脱奴籍。从此这世上再无蒋玉孙，你化名陈星河，是我守寡的远房表妹，真烦。要不是怕卷进皇家风波，谁愿意这么早相看？听说林府的那个姨娘没了，你这次做得很果断，有决断也不错。嫁妆被丰厚点儿。既然是侯爷的小妾，那何该侯爷多出？秋闱在即，我要去山上求佛祖保佑。母亲说的是，我带孩子们同去。临时抱佛脚。我梦见青铜出世，是谁半夜偷偷去祠堂，青烟连飘了3天？你怎么抱祖宗的脚就行？母亲，我巡逻遇到突厥人，受了点小伤。我想家了，想娘了。其他的孩子都在我眼皮子底下，唯独那个最不听话的，离我最远。14岁的孩子，千万不能死在战场上呀！这小子离家后，那叫一个黏糊，知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。清浊那是打碎牙往肚里咽，我得盯着点，免得养出个举世大奸臣，连累我遗臭万年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得多撒娇吧，你又不是长子硬子，当然需要点手段吸引爹娘注意了。谢了啊，还得是你心眼多。贱名好养活，就叫小鸡。小鸡小鸡咯咯哒。老太太骂他天天待在内院，他半句不敢还嘴。这热闹真好看。林家和谢家差了一点点，显国公夫人亲自上门，这阵仗不小。我家也有孩子参加秋闱，不过今日来是想问问夫人，你家青椒可定下人家了？我家青椒年纪还小，没定下人家。
少年夫妻感情总要从小培养。我也不瞒你，你可知道定国公府？定国公府一直诗书传家，我知道你爱读书人文雅，现在做主的正是我妹妹。诗书传家，家里但凡有个读书人，就敢叫诗书传家了。定国公府老钟都死了，就剩个年幼顶门立位的小子，急需子嗣，那纳妾就是理所当然。上头还有2个婆婆，我家侯爷现在深得皇恩，你们帮不上忙不说，我还压制不住。这种虎狼窝，谁爱去谁去。我家的事情，我从来不怎么做主。青角是侯爷的第1个孩子，他最是爱种，我总要问过侯爷，才好答复您。今儿怎么这么有空？有事商量。定国公府那老的不提，年轻的料事傲气，吹毛求疵，家风难缠。你还有脸说人家？你那穷山恶水的娘家，这些年不还是被林记折腾的约等于无了？我去拒绝谢夫人和定国公府，你不用管了。怪不得原主那么喜欢这个老邓，办事的时候还是有点可取之处的。侯爷今天和我们一起吃饭吧，让厨房烫2壶酒。也好，以后女婿不能是妈宝男。恭喜老太太，恭喜2位少爷高中了。去我司库里随便挑件奖赏。谢祖母。能不能让林区的长子青植去陈家跟着上学？娘家现在没那么小的孩子，都去书院了。青植才刚启蒙，那你就让你娘家给青植单独找一个夫子不就行了？你家读书人那么多。我家读书做官的多，哪有时间给林家带孩子？我回去想一想。臣知晓自己位高权重，惹人忌惮。臣的闺女可嫁清贫读书人，可嫁品行端正的纨绔，但臣绝不能接受一个毫无主意的妈宝男。朕知道了，退下吧。儿女婚事都是缘分，但凡是个傻子，也成不了大庸的钟永侯。谭氏没送年礼的事，正好拿来敲打老二，让他赶紧把老婆孩子接走。从老太太到老二，都在我掌心里。考不上就不考，出去游学吧。母亲，我们一路向西去边关。去找青铜就明说，边关算什么文化圣地？罢了，随他们去。真的舍下他了，没什么不放心的。我知道府里都是好人，他会过得好，我也会有光明的未来。走，咱们悄悄跟在迎亲队伍后面，去喝杯薄酒，凑凑热闹。父亲，为何母亲之前讨厌蒋姨娘，最后却愿为她费心出嫁？你母亲讨厌她，是因为如夫人这名声伤了侯府体面，但她生气并非争宠，而是蒋氏试图越权，蒋氏以嫡女身份要挟我，我心怀愧疚，便想着夫妻一体，让你们母亲帮我偿还，但她不乐意，甚至想和离，这就是妻与妾的天壤之别。你母亲维护的是侯府的体面，也就是她自己的体面。她成全蒋氏，是因为她从未把妾室放在眼里。我在那180个妾，对她地位也毫无影响。她若愿意天天折磨妾室取乐，我也没二话。我曾提议把清浊记在母亲名下，你母亲拒绝了。她说，若把男孩记名，将来你们功成名就，便不能名正言顺接自己的亲娘出去养老，被后宅困了一辈子，他们也该过过好日子。母亲的好，我自然明白，何须你这个凉薄的父亲来提醒敲打？清白，要是有天你遇到了心爱的女人，却成了你的妾室，甚至她的孩子天赋异禀，你怎么办？她不会成为我的正妻，我私下多补偿，我会让孩子远离她，统一养大，为家族努力。哈哈，你能这么想，就是合格的宗子了。所以说，根本没什么绝对心爱的人。清浊呢？什么都不做，我会爱重妻子，既然心爱，便不让她为妾。况且，我志不在后宅。原来父亲说，夺走心爱之人的孩子才叫合格的宗子，那点浅薄的爱，在家族利益面前微不足道。难怪母亲和姨娘都懒得搭理父亲。没关系，君既无心，我便休。谁说只能男子薄幸？蒋玉森能穿红甲衣进正门，真让人羡慕。将来孩子们娶了高门媳妇，
我们这等身份，只怕想给儿媳提鞋都抢不上先，甚至还要给儿媳行礼。倒反天罡，他们高门媳妇要是不孝顺，跟着儿子过不好，就还是跟着我过。我领着你们游遍大好河山，我给你们养老。你们父亲是为了你们好，故意撕开给你们看的。男人不好指望，去给侯爷院里换上薄纱窗，被褥也换轻薄些。告诉侯爷身边的人，药还是得接着用。是，动动嘴皮子的事儿，自有下人去关心，办不好就是下人的错。这大夫当的真爽。来人，告诉侯爷晚上来正院吃饭。咱家太干净了，你们没见过阴司，被我养得绵软，将来嫁出去要吃亏的。母亲慈心，我们都知道。蒋姨娘的事儿你们知道，她若不走，出身官宦又有儿子，一旦家人升官，总有翻身之日，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。所以在我回府那天起，她的死期就已经倒计时了。是她聪明，知道正妻该有的手段，宁可舍下孩子求去，我才成全她。世上多的是色令令智昏的蠢货男人，我真是担心你们。该争的争，不该争的不要争。随着年纪增长，不妨教给他们一些手段，害人者人恒害之，先下手为强，别让他们连报复的机会都没有。姨娘不怕吗？母亲说的那番话。我该怕什么？谁做出格的事儿谁怕？难道夫人是不分是非的人？夫人但凡心狠手辣，你以为你能平安生下来？你哥哥能进学？你去跟先生说，从明天的重修礼仪，没想明白规矩，不许去正房。母亲不要怕，母亲将来大可和我出去荣养，香的臭的离母亲远远的。那你姨娘呢？想来姨娘离不开您，她肯定愿意。哪怕儿子出息大发了，姨娘对着母亲该低头还是得低头，影响不了什么。这话虽凉薄，却是现实。这小子心眼真实，像华姨娘，这才是通透人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只是想问姨娘，生死在他人一念之间，为何毫无准备？姨娘却不理我了。哎呦，你这直白的话传出去就是大不孝，连你姨娘也要被扣上教唆的罪名。下次再有疑惑，去问清哲或你姐姐。我想让你明白，你姨娘没准备是因为她没那个命，但她给了你侯府小姐的出身，你有反抗的权利，要好好珍惜。我从不让你们张扬，因为木秀于林，风必吹之，做事要谨慎求稳，记住了吗？女儿知道了，谢母亲教导。昨晚我和于之说话晚了，就让她在正院住下了。母亲早安。姐姐，我错了。你才7岁，以后不可再乱说话了。夫人，没事了。母亲，我就要在眉心点个胭脂剂。那都是小时候点的了，你过了年是大孩子了，人家要笑你的。我不，我就要点。算了算了，点一个又何妨？还得是亲娘血脉压制啊！母亲，青络交给我吧。好。来，给夫人满上。快看这泼皮，还不快倒酒，晚了小心他砸壶。你可收收眼神吧，孩子还要娶妻嫁人呢。这些也是女子办的？不是，是真的男子。最近京城流行起来了，进出都验人，对面也看着呢，放心。这班子好啊，跳舞有劲儿。哎，人家那腰扭的，我穿成个公主郡主该多好啊！你喜欢不？班主说出银子可以赎身带走，我看他倒是很喜欢你。
怎么，你嫌我家侯爷最近不够忙？母亲看起来很开心。母亲喜欢美人，我们想办法，怎么能让母亲开心？不会吧，哥哥？可以的。年纪越大，兄长越发冷酷狠辣，那种不以为恶的感觉真让人心惊。幸好还有母亲在。哥哥，母亲不会高兴的。你今日的言行，我回去会告诉母亲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他进不了内宅，怎么哄母亲开心？非让他进干什么？人多眼杂，就让他们在京城站稳脚跟，有了固定演出地，让母亲直接出府去，到时候把他叫出来端茶倒水，母亲自然开心，父亲也不会知道。你说的对，这办法好。几只猫儿算什么？我家园子里养着好些打猎的猎犬，我是靖安伯府的女孩。你怎么这副表情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也是个小娘养的，怎的还看不起我？我姨娘当家做主，你还不如我呢。妹妹误会了，我看不起你，和你是不是小娘养的没关系。我诚心交好，奈何侯府的女孩嫌我家爵位低，看不起我。安之，你怎么欺负人家了？我才没欺负她，只是不想和她交往而已。那也难怪我安之看不上你。我娘说，该有的规矩必须得学，唯独安之最重规矩。想来是靖安伯府的名声太盛，我妹妹不喜欢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假装什么名门贵族？你们侯府那如夫人还不是生下孩子就不生病死了？你们亲娘在人家手底下揉扁搓圆，不敢吭声，反倒把你们拿捏的一副受了恩惠的样子。你们亲娘白生了你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母亲是侯府宗妇，孝顺孤翁，养育孩子，和府上下井井有条，全是我母亲的功劳。我们兄弟姐妹深受教导之恩。今日看，有些人真是毫无家教，道理都说不通。夫人，今日是妾的女儿不懂事，望您原谅。妾下次定告知女儿，不可随便触怒贵人。听你说话就知道，你是教导不好女儿的，浪费我时间。走。骂也骂了，推也推了，自己反倒气哭了。这泪失禁体质不会是随了我吧？吵架泪先流，以后嫁人怎么占上风啊？你纵女无方，当街行凶，为美与无奢侈无度，擅妒成性，算什么东西，也配是我夫人？你怎么和这种人家一般见识？都烂到根子里了，我一句话都欠奉。我打的就是他，那老糊涂的妾室又有孕了。靖安伯长子比咱家清柏还大，这糊涂人提起来都浪费时间。唉，我就是愁安之，哭包一个。有什么可愁的？说哭就哭，有的男人就是吃那一套，他心硬就行，面上落几滴泪不妨事。侯爷有，听侯爷说，陈星河跟着夫婿远调了。母亲，这是我们姐妹亲手包的，您尝尝。夫人少吃些，糯米不克化。不克化就多走走，这粽子好吃。母亲这般沉默，定是舍不得我。我真羡慕他们能到处走，要不是被这当家主母的身份困着，我早出去浪了。哥哥们要走了，送只猫狗鸟儿给母亲解闷。请母亲看歌舞，我们回家读书去了。你们是怎么过来的？被买卖来的，能有幸卖来大庸，实属侥幸。我愿夫人安康。京城突然涌入大量菩萨们，你执掌京畿军队，警惕些。不知道。今天礼部尚书和我打听了清剿的婚配，想说给他家二房的长孙。二房主母是商户出身，但家风不迂腐，长得也周正。你可以着人查一查，不过要快。大皇子年纪到了，宫中要开始选秀了。嫁给皇子，过不好就只能看命运。清剿这事得赶紧定下。母亲，我们迟一点走，去结交一下那位安公子，替姐姐探探底。
一切自有定数，来不及了。选秀风声透出，我们不能赶在旨意下来前定亲，太不给皇上面子。你们走吧，男儿志在四方，家里有我。一想到亲角可能成为侧妃，要卑躬屈膝给人做妾，我就想死，好像做妾的是我一样，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。进了皇子府，就意味着参与夺嫡。前些日子那场斗法，一个官员家被夷3族，你们嫁人的唯一底线，绝对不能嫁进皇家。母亲放心，女儿不管嫁去谁家，都会尽力周全保重自己。你们看见了，眼睛可以流泪，心不能。软弱的人会被磨死在内宅里。安之，必要的时候，让眼泪成为你的利器，而不是只能留下无能的泪水。母亲，我知道。你怎么年纪越大胆子越小？我从前不怕是因为没女儿，我一想到他们入宫闱给人家当妾室，不如让我去。皇恩浩荡，有的家想求都求不来呢。咱家就这3个女儿，谁敢让他们当妾，就是在剜我的心。你放心，不管我有什么谋算，都会提前和你说。你对清柏、青铜的婚事有什么想法？和陈家亲上加亲可？不好，我陈家的女儿各有各的金贵，绝对不会再有一个嫁到林家来，我的面子也不行。最近林夫人又病了，安家和林家定亲的事如何了？两家已经约着相看了。不错，林记的嫡女怎么能当妾室？帝王心腹的女儿只能嫁给皇子，皇后真是糊涂了。林夫人下病了，林记火速定亲，半点不犹豫，这觉悟甚好。我要是就这么死了，该享受的也享受了，但我想吃苏珊啊！牛肉。侯爷看您胃口不好，特意弄了头意外死亡的牛，全给您做了牛肉干。大夫说我不运动，被暑气激的，等病好了，明早就带着孩子们打8段锦。爬山也算锻炼了，正好去寺庙会会安家。这丫头自带一股傲气，不如2个妹妹美艳，却有一副宗父的做派，能撑得起家。清角还这么小就得介绍对象，老尚书随时支持，他2房长子是高攀了，女方态度高点也正常。最近京城新进了一批精油，回去我送几瓶给你。好，听说太后不日即将回京，长公主还养了面首，戚将军家马上要办婚宴，这高门大户出来的，竟不比夷我的商户充身，真是投缘。林姑娘，要不要坐着休息一下？我不用，多谢安小哥，石头太凉了。是我考虑不周了。安公子可习武？君子6艺，自然学过。听说你安公子先说吧。听说护国寺深潭中有只巨龟，你想不想去看？好一对郎情妾意的小儿女。父皇借林家选妃拒婚的事，是在警告我们和母后，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了。太后和庄妃那边最近很嚣张，你可别因为这事对林家心生不满，暗中捣乱。大哥说笑了，我一个活不过40岁的病秧子，看看热闹罢了。太后和庄妃那窝蛇鼠，恶心透顶，我早已布置好了，谁也别想好过。那马跑得飞快，我只轻轻一拉缰绳，它便稳稳地停住了。这安夫人十分能言善道，难怪商户女能嫁进尚书家，和她结亲，清角不会吃亏。姑娘不许个愿？不许，我不信神佛。我母亲说，人定胜天。人定胜天，敢说这话的人可不多，不知这女郎有几分真本事。让我看看好戏吧。
表哥。有的人就是运气好，那溪流里我放了不少角度较巧的石头，偏偏有人替他踩了陷阱。不过摔下去的那个也图谋不轨，不算白白枉费了我的布置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非礼勿视！这可是你表妹，在下知道，正因如此更该避嫌。表妹放心，你死不了。倒是林姑娘，咱们定亲在即，不如我送你回去。母亲眼光真毒，这位安公子确实挺特别。去，把表小姐背回去。哎呦，到时候咱们一起去庄子避暑。难道人活着就是为了体面的死去，一生为了死做准备？我不想一辈子困在内宅。这个时代对女性局限极大，若想做点什么，必须是当权者需要且支持。我得找个方向。玉壶，你和红花熟悉熟悉，我把它送你了。多谢婉清。母亲，我也要学骑马，去求你吃一抹。没问题。你快看，在四方大宅里，我还能假装自己是个做任务的 NPC， 可现在这风着烟火气都在提醒我回不去了。我要在这个陌生的古代一直待到死。你昨天给林姑娘看了什么？惹得人家拿东西丢你。那日你把表妹弄进溪里，我回去可是被婆母好一顿骂。没什么，我抓了只蚂蚱给她看，谁知她一点不怕，反倒抓起来丢我。怪不得精心陪我，原来是给儿子制造空间。去吧，让刀枪剑戟跟着。姑娘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们知道后果。奴婢定尽心尽力。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离开宅子，觉得整个人都鲜活了。四四方方的宅子跟牢狱一样，怪不得圣上又带着娘娘们出去避暑了呢。不是说太后休养回京了吗？那大概是京城的风水养人，太后喜欢京城。夫人这趟出门，怕是把我们都忘了。书房那2个通房最近张扬得很，大有统领书房的架势。夫人走之前郁郁寡欢，若能开心些也值了。母亲肯定是把我忘了，我想母亲了，我要给母亲写信。哎呀，把孩子和姨娘给忘了。夫人说了，2位姑娘记性不好，总是忘了喝汤药，以后每天都有人提醒。求求嬷嬷，我想要孩子。想要孩子就求夫人嫁人，夫人说过随时放你们走。你们敢！我这个月月信没来，伤了孩子后也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月信没来，再拿1碗药来，滚！他们没好好喝婢子汤。是，韩秋月信没来，被嬷嬷灌了2碗汤药，东菊姑娘有去意了。怪不得夫人生气。不用管，不听话就打发了。我婆婆规矩大，若知道我当街纵马，肯定要我站规矩。孩子都快结婚了，还站规矩？大哥不孝二哥，我那婆婆要不是有灵迹压着，估计也骑我头上拉屎。老夫人病了，不见任何人。听说她要去投奔林区，被小儿子用大道理严拒绝，伤心了病了。这故意给林记甩脸色，林记憋不憋屈我不管，让我可太爽了。夫人沉静了许多，
到底因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一个充满无用知识的现代文科生，来到古代就只剩阴谋，论文学和政治素养比不过土著，想开个育婴堂又出钱又出力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箭在弦上，偏偏我没那本事。我承认，我就是个脑袋空空又自私的家伙，干不成大事。侯府能稳定运转，全靠原主留下的余威罢了。我想通了，搞政治我不行，经商没天赋，我也吃不了流放的苦，我就适合和现在这样混吃等死，长命百岁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上次提的菩萨门，我去查了，有很多非法人口买卖，还有幼童丢失。南边出了个邪教，要拿童男童女炼丹。有官员的影子？不是官员，依我看，应该有皇家参与。夺人夫婿的公主，生女的太后，这皇室真是乱成一锅粥，管他们去死！过几天的婚宴，长公主脾气不好，你离她远点。我现在都庆幸当年没给你请封诰命，否则你进宫拜见，卷入的是非更多。人家于将军是心疼妻子出身低微，不学规矩才不请封。你和那群没脑子的武将跟风，说国库吃俭，不给夫人请封。不过也算因祸得福，太后和皇后斗法，没诰命就不用进宫站队，反倒省事。长公主心情不好，新宠不合人意。那倒不是，是因为太后生女，寿康宫多了位朝阳郡主。不是说那孩子留了吗？恐怕是知道见不得光才起这个名。小郡主日后岂不是难过？皇上在一天，他就能活一天。再说他生父也是大族，多少能庇护一二。大族？哪个大族为了讨好太后，连全家蒙羞都不顾？我听听，日后好避开。程氏，他们程氏出了名的美男子多，是美男子多，更是出了名的浪荡。这种烂到根子里的人家，以后绝对得绕着走。这夫妻俩嘴这么碎，若臣子在家里都滴水不漏，朕就该杀他了。临记这汉子，用着放心。安夫人为了讨好亲家，特意给我结了这批瓶子，那我可就心安理得的收下搞小钱钱了。见过姨母，请姨母安。安公子是请姨母安，还是请岳母安啊？我可听说陈姐姐和你母亲在庄子上小住了许久啊。行了，鉴真，小心等下晚清找你麻烦。哎呀，那我可得躲着池姐姐走了。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，暧昧期最上头。这小子自带磨皮滤镜了。玉湖，最近有空再和我去西郊庄子小住啊。我没意见。但你要是不怕半夜我家侯爷去砸门，我尽管跟你去。你让安泽也别太殷勤，天天趁侯爷巡街去请安。侯爷正恼他抢女儿呢，他要娶人家的宝贝女儿，林侯恼他也活该。那位绛紫色衣服的夫人是？你可听过风流名满天下的程氏？那就是程始的母亲。程始他娘才40出头，那太后得多大年纪了？原来皇家老太太包养小鲜肉，根本不需要配嫔找老帮菜啊！这位可是林夫人，听闻陈家女好教养，你长姐曾嫁去陇西，如今算来我们也是亲戚。是吗？不知是哪一门亲？我程家一位嫡女嫁给了陇西李氏家主做续弦，林夫人没听过。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紧要献驻陈家，难道是娘家故意拦着不让我知道？可不敢高攀，我长姐去世多年，与李氏早无往来，不知道也不足为奇。是吗？不过李公子可好些了，听说林夫人膝下子女多，可愿与我家结亲？我保证你女儿嫁过来是正妻。程夫人怎么会想起我家女儿？以往想和程家结亲的，怕是能踏破门槛。这家关头谁敢和程氏结亲？最恶心别人惦记我女儿。年纪小不怕，大不了先那几个妾室伺候着罢了。锦瑶脾气像李家，程夫人若觉得她有错，尽管去李家告状。李家家规森严，定不轻饶。至于我家女儿的婚事，侯爷看重人品，程夫人若真有意，可亲自去问我家侯爷。玉湖姐姐越来越厉害了，从前她像一根飘摇的修竹，如今有人气多了。夫人，林将军在员外等，边关来信。
二公子立了大功，但身负重伤，生死未卜。莽夫的儿子自然也是莽夫，年少无知，为了逞英雄去边关，这下出了事，搞不好还要连累其他将士。敢咒我的儿子死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家什么教养，轮得到你在这评价我的儿子？林夫人何必火大？我儿年纪小，但也算没说错。你儿子受伤又不是我们干的，何必针对我家至此？我针对你家，一家子男跑女盗，自我感觉良好，和你们踏入同一块地面，都脏了我的脚。你可知我女儿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什么身份？宫里要多位娘娘了呗，就算是贵妃，老娘也不怕。这样的人教出的女儿，居然要嫁给礼部尚书家，大庸的礼制崩坏，我安家的礼教还轮不到你程氏指点。程氏住口！程夫人也知道礼字吗？夫人莫急，发生了什么？尽管与我说。侯爷，孩子青铜。夫人别担心，我保证孩子都不会有事。你拿什么保证？我三子皆在边关，哪个出事都是挖我的心啊！程夫人和程姑娘的赠言，我今日记住了。他们说了什么？他们说兄长是命该如此。什么？今日是我们的错，改日君时定亲自上门赔罪。我夫人挂心孩子郁郁寡欢，病了多次，我先带她回去了。快带回去找大夫看看，多宽慰她。敢咒我的儿子死，程氏的好日子在后头。公主今日看了热闹，怎么不替程氏说几句？那不过是太后男宠的家人，该丢的脸早丢了。林夫人哪句说错了？太后竟异想天开，想封个野种做公主与我同尊，我巴不得看程氏倒霉。去打听景瑶现在在哪儿，可是住在书院里。你在担心岳母见风使舵，不肯好好对你外甥。你还不了解我母亲，陈家若不肯伸手，咱们帮一把，这件事就交给青椒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边关，我儿子在那里，他死在那儿，我也得把他带回来。我派人送你。你这泪失禁，体质真像我生的。这就是我说过的，眼泪要用在合适的地方。安之，你学到了吗？安之学到了，母亲。别哭了，不就是借个婆子给你压阵？你要快去快回，我们弹压不了多长时间。儿媳知道，等回来，儿媳必定回娘家，请三弟向临区的上官美言几句，保她未来方便活动。你放心去。夫人路上多加小心。这。程氏确实是，你不要乱来，朕留着程氏还有用。臣知道，会以大局为重。程家竟敢公开骂我夫人是疯妇，还传出大皇子要娶程氏女为正妻，准皇子妃，依然结了死仇。我绝不能让程家侍者出一个太后，这门婚事我非搅黄不可。情况属实，按律法办。这文官和武将还真是不能往一起凑。除了林侯和陈家，也没文臣武将结亲的。当年还是林侯死皮赖脸求您保的媒。原来是朕造的孽。程家造谣我残害继母刘产，我已将他侵夺我母亲嫁妆、谋杀继子的证据交给了金兆尹。程家出妖女，怪不得我夫人说男娼女盗。父亲这句妖女，大皇子妃的人选彻底没指望了。青椒，腾个院子，让你表哥住进侯府，免得让人害了。这趟浑水，李景要一到京城就病了，显然没那么简单。我岳母对继母谋害继子的事能一无所知，玉虎走前特意叮嘱我防着陈家庭，看来岳母出刀确实不择手段。玉狐到底还是向着我们林家，
分得清谁亲谁近，没把侯府搬空去贴补娘家，这媳妇娶的真值。母亲，别过来，我好几日没洗漱了，找个客栈。近来可好？回母亲，一切顺利。母亲您安心休息，孩儿就退下了。出门前还在裤子里多缝了几层，还是防不住。这古代的奸细真不是小说里写的那么浪漫。以前在府里闲得闹心，现在看来，真该感谢灵姬是个侯爷，让我过上贵妇生活，而不是农妇。青铜怎么样了？带我去见他。母亲稍安勿躁，青铜没事了。我遇到点麻烦，不过母亲来了就好了。二哥肠子流出来了，没事，一个路过和尚拿药治好了，只剩皮外伤。母亲先休息，明日我们来接您。只是请母亲明日回府，排场越大越好。母亲到了吗？吃苦了吗？我真没想到她会过来，还扔下府里的一切。毕竟我是最不受宠的。你少胡说！母亲为你在于将军宴会上跟程家翻脸，气了个半死，第二天就跑来看你。要是父亲在，肯定请家法抽你。别提父亲，我一无所有，最不得母亲喜欢，却最想抓住母亲那点好。那个只会打仗的爹，不提也罢。母亲来了，至少能赶走某个凡人精。既然孩子们要排场，那老娘今天就让边城这帮人开开眼。造孽啊！好东西就这么糟践了。不过排场倒是拉满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麻烦精，非得逼得我这当家主母摆出这副全副武装的架势。这地毯造价不菲，同样的材料，我母亲只舍得拿来做炕毯。请母亲安。这位是夫人，我是边关守将夏帆的嫡女夏新燕，我青木里二公子自愿在府中照顾，望夫人成全。我不是问姑娘是谁，而是问姑娘为什么在我家，可不敢劳烦姑娘照顾。我命人送你回去，附上把玩之物算作谢礼。夫人，把她嫁走，送姑娘回去。公子，夏姑娘被夫人直接架着送走了。真的？这么轻易就送走了？就这就是你们说的麻烦？一个姑娘家都搞定不了，这是她家还是咱家？难道我滤镜太厚，养出来俩废物点心？母亲不知这边城女子多么彪悍，早在我们来之前，她就在府里了。为了避开她，二哥都不敢回府。这次是受了伤没办法才回来的，我们怕被她赖上，不敢硬赶。母亲还不知道夏家夫人多不好惹。母亲，这只是一个开始，边城民风彪悍，母亲要有心理准备。不好惹，能有成事难产？老娘刚在京城跟程家大吵一架，火气正旺，顶多就耍无赖不要脸呗，半点不怕。都伤到哪里了？疼不疼？不疼，我都好了。都好好的就好，哪怕你们病了残了，于社稷无功也是我的孩子，回到我身边，我养着你们。若是父亲在，肯定又要骂慈母多败儿了。可这世家残酷的培养里，唯独母亲这般慈爱。这些是临济的人，之前如夫人传了那么久，我却毫不知情，可见心不向着。以后儿子要在边关，这些人必须找机会寻错处，换成我的人。哦，这是你们二舅舅留的作业，回京城记得交给他。夫人，侯夫人携仪征小姐，还有夏夫人和夏姑娘一同到了。冯姐姐和仪征来了。
古代就这点不好，见客必须装扮，否则就是不尊重对方。姨母，没规矩。许久没见，我们仪征风采，更胜往昔啊！姨母更是风华，常人不可比。你们这对姨侄，每次见面都互夸，也不害臊。你不懂，这叫亲香。林夫人，夏夫人。夏夫人贸然来访，实在失礼。姨母的裙子用的是今年新宫缎吧？不是宫里赏的，是我弟妹给的。忘了我弟妹家是江南织造府的了？陈夫人，我女在贵府待了许久，她心悦你家公子，两家结个亲可好？边关有女子倒追入府，成就美谈的风俗，常有人效仿。夏夫人，首府夫人也姓夏，宁首府是太子党，林记是纯臣。这夏家是想生米煮成熟饭，强行把林家拉下水，卷入夺嫡。这婚必须拒，且得让全天下人都知道我拒了。我母亲向来规矩重，我家挑儿媳妇，人品家世都要精挑细选。青铜是家里唯一习武的，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，嫁娶大事自有谋划，我插不上话。所以，请夏夫人此事不要再提。看不上我夏家，直说就是。我女儿在你府上名声尽死，既然你不想谈，那只好让我家母亲亲自来跟你说了。首府的岳母就能强买强卖吗？这简直比程家还恶心。姨母别气，原本童弟为了躲他，日日跟在我爹身后，谁知军营叛徒被童弟撞破，受了重伤，只能回府。前脚童弟回府，后脚夏姑娘就进府了，连我娘都没防住。林家是什么软柿子逼成，谁都想捏一把，想拿我儿子当政治筹码，老娘跟你们拼了！别生气了，首府的岳母到底也不是首府，不用太当回事。这门亲事一定不成，必须给林记提个醒。说说你们怎么看？母亲，我伤口疼。青铜，武将更需要正直民夫胆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这度把握好了才能活命。这是政治博弈。夏老将军虽劳苦功高，但早先去了。光凭夏老夫人不能把母亲怎么样。抵挡的前提是虚与委制，撕破脸又有什么代价？宁首府又不是夏家，没了夏家他也没损失。咱们也是武将，没什么得罪不起。好个头脑清明的儿子，这政治天赋绝了。你们觉得夏心燕这个人怎么样？没规没矩，心智不坚，小心思不少。离开时那副难过羞愤的样子，分明是演的，想引人怜悯。将来事不成也不带累名声。夏姑娘如何根本不重要，姑娘家剑走偏锋能做出什么大事？生米煮成熟饭，母亲看在夏老将军份上允她做个妾，也对得起她的苦心了。不会有这种事，真有，我也会让她病逝。听好了，能进侯府的女人，哪怕蠢点我也能忍，但若心怀不轨离间兄弟，我一定先弄死她。别娶了妻子又在外面搞什么一见钟情的恨海晴天，真有那种事儿，就是脑子不好，我和你们父亲会直接舍弃你们。清浊，女孩的贞洁比命重要，你轻飘飘一句话就要毁掉一个人。若世间真有因果报应，下次做这种事之前，想想你父母、姨娘和妹妹。卓儿，人应该有底线，不是为了鬼神，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性。人活在世间，而不是炼狱。我惊喜你的天赋，更怕你走错路。举头天外望，无我这般人，要爱重自己。清柏清族，明早去军营找侯将军请账。青铜伤重，免了。你们母亲说，请我替你们父亲教训你们，自己说说，为何挨打？身为长子没保护好弟弟，此为不信。遇事不主动解决，反让母亲烦心，此为不孝。自视甚高，该打。很好，清浊，你说。君子自重，我却自诩聪明，险走错路，让母亲伤心。你们母亲说一人10下，可有二话？没有。可要我们送你们回去？不用，我们在军营上了药再回。母亲为了青铜千里迢迢赶来，吓坏了。这样血淋淋的回去，母亲又要心疼的睡不着了。
你们也好久没去看青铜了，一会儿叫上交好的兄弟一起送他们回去，顺便看看林青铜吧。好啊，小妹昨天才跟陈姨母去看过，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林青铜这事？从前不是嫌他心眼多爱争宠吗？有猫腻。夏老夫人上门，寒舍蓬荜生辉啊！我借着救命之恩的由头请你们来，就是把你们拖下水。只要进了我这门，就没有全身而退的道理。夫人客气，老身今日上门是为了我不成器的孙女儿，若有得罪，还请原谅。我家不求宗父位置，但心燕心思纯善，又心悦你家二公子，我家愿附上丰厚嫁妆，望夫人成全。丰厚嫁妆？你们夏家二房那个商户孤女带着嫁妆进门，最后连人带孩子全死了。这种吃绝户的恶毒家风，我儿子就是饿死也不会娶你家人。肯定又是宁生府在背后捣鬼。昨日已同夏夫人讲过，青铜的事侯爷说了算，我不敢贸然答应。这么说，夫人是答应了，只是碍于侯爷点头。哪怕单说我也是绝不能答应的。陈夫人这是看不上我家的女儿了？可不敢，只是林毅虽是武将，与夏家却没来往，儿女亲事没有强买强卖的。况且我母亲出自卢氏，最重规矩，夏小姐贸然登府，越过我管起家来，实在失礼。我不知边关风俗，但按京城规矩。姨母，这两位夫人是怎么了？因何生气？大概是对旧礼的看法不同。夏夫人觉得我过于死板。哪部分的旧礼？就是关于婚丧嫁娶方面的。这丫头真讨欢，可惜已有心上人，且武将之间不能联姻。母亲，为何夏老夫人盯上的是我？因为你哥哥弟弟不好惹，清柏心性冷酷，又是宗子，取舍极严；清浊是庶子，外人看不上。而你不仅是嫡子，还是唯一习武能继承你爹衣钵的，看起来最好拿捏。你们看看夏家，除了宁首府这个女婿，还有什么拿得出手的？他们就是被女婿推出来算计人的。他们真正的目的是逼迫你们父亲，说你们父亲对故去的夏老将军家眷不敬，引武将离心。我们林家势单力薄，你们以后说话做事要小心，千万别出了差错。儿子记住了。夏老将军曾是国之柱石，如今家眷却被人欺辱，求皇上给林侯一个辩解的机会。林侯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禀皇上，夏家女儿趁我儿重伤强行进府管家，惹得我儿伤口险些崩裂。皇上，这样的儿媳臣无福消受，请夏老夫君换个人选。臣宁愿选个小官之女，以求家宅和睦。哦，倒也不用非得小官之女。你觉得柔家怎么样？皇家郡主当然极好。很好，那就柔家吧。臣遵旨。柔家郡主是皇上亲叔叔景义王的独孙女，辈分极高，可却是个随时吐血的病秧子啊！这要是娶回去，夫人会不会杀了我？别盘算了，有得必有失，好事能让你一家全占了。多谢圣上赐婚。哼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阿福身体不好，咱们就养着呗。你非要求门亲，私下搓磨儿媳的还少吗？听说那林夫人喜欢威武将军家飒爽的女儿，咱们阿福怎么比得了？我是怕你死得早，留下她没人护着。林夫人是出了名的软和人，容得下妾室就容得下儿媳。她说等儿子弱冠懂事了再成婚，林家不催生。我看中林家内宅干净，特别是林夫人处理妾室的手段，心慈又有雷霆之威，把阿福交给她，我放心。阿福，祖母，阿福，我给你找了个婆家。是祖母上次提起的人吗？对。要是你表兄在，也许能想到办法。我盼着他高中进工部做事，能利国利民。母亲说的是结长表兄，那是他喜欢的。学成文武艺，迫于帝王家。这是人家不要的。贵人，
这2个孩子不急啊！那男孩脸上的凶斑是家破人亡的征兆啊！不要紧，我家男人凶煞压得住，把他们抱起来，交给下人养着。那不是化粪池，那是吃人的世道。夫人，母亲。明明和兄弟一起学的规矩，这混账就是故意气我。要不是你伤还没好利索，老娘现在就扇你！鲜花、枣豆、水果，我终于又活过来了。等到天凉了，咱们一起去京郊那个温泉庄子小住几天。那我们可等着跟夫人出去快活啦！不用等到冬日，等有空，咱们就先去庄子赏秋。好，夫人不在家，这府里感觉都少了好多趣味。夫人真是受了不少。哼，风餐露宿不说，还受那老货的气。他一个2品诰命，居然让我亲自去给他磕头赔罪。我要是磕了，以后来个告明我就得磕。我直接当众落了他的脸。后来皇上赐婚圣旨一到，那老太婆一下子就蔫了，真是出了口恶气。夫人，该去给老夫人请安了。青青，我的命好苦啊！母亲在呢，在呢，母亲丢不了。抱下去吧。锦瑶呢？不是说住咱家吗？母亲，李氏家主身故，表哥已赶回陇西了。程氏女的事怎么解决的？老家主去世前灌了程氏1碗绝子药，但没有休息他。好，还得是老家主啊，釜底抽薪，保留了他夫人之位，程家凭什么问责？反倒还得感恩戴德。角儿，去告诉你父亲，派些府兵去陇西。锦瑶若回京，就护送他，要有存在感，但低调，态度恭敬，别让李氏觉得我们是威胁。是。安之与之，最近帮着长姐料理家事，可有心得？母亲，还有我呢，也问问我啊。哎呦，我的洛洛怎么跟姐姐们争宠啊？青洛，你一个男孩怎么天天跟姐姐弟弟争宠，一点也不知道谦让。什么男儿不男儿的，男儿也是娘生母亲养的，争宠怎么了？在家里不知道争，在外面怎么争得过别人？再说了，有了小的也不能让我们青洛受委屈。夫人，您又惯着他。我们的青洛不挨训斥，将来也会争气的，对不对？是，青洛最听母亲的话。母亲，今晚是不是要留姐姐睡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和于之能不能也留下来？当然可以。安之，你想要什么就坦荡去争，没争到就算了，争到了就赚了。你越是坦荡，大家越高看你一眼。是，我晚上想和你一起住。你们倒是把你们母亲安排明白了。父亲，我们再不出来，恐怕侯爷要找借口自己陪着夫人睡了。是啊，夫人刚回来，他们有很多事要说，咱们去厨房看看。侯爷可知景义王爷和王妃的为人？夫人呐，去王府过礼要尽快。王爷仗着先皇嚣张跋扈，当今皇上对他敬重有加，他们可不好相处啊。夫人恐要受些委屈了。一个无子的王爷，怎么荣宠都不为过。郡主比青铜大2岁，身体又不好，王爷肯定要多留几年。青铜不稳重，拖几年也无妨。但夫人如果不想让青铜先成婚，清白的婚事就该张罗了。侯爷呀，孩子还小啊。我知道，原本计划春闱高中后再议，现在太早了。但宗母绝不能将就，次媳身体不好不上，身份尊还得当祖宗供着，日后家中交际全靠长媳，若担不了事，侯府会出大问题。对，实在不合适就算了，慢慢来，宗母马虎不得。赶紧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！青青灵儿，什么颜色显白？现在让绣房做来不来得及？来不及了，二公子有武将的鹦鹉也够了。把上次那件褐色广袖外袍给他换上，再配件，把白玉冠换成青玉冠，长相不够，氛围感凑。宗父未定，聘礼不能太出格，
免得未来长旗没地方摆。这次青铜边关立功没受嘉奖是对的，分了功劳不抢风头，顺应皇上分化武将的心意。这门亲事得赶紧把名分定下来，免得老王爷反悔丢了脸。看来我这智商还没完全退化。行了，你先坐那儿，让我们看看这孩子。这就是挑猪看圈的大型面试阶段了，壮不壮，脾气好不好，猪圈干不干净，我将来挑儿媳也是这流程。你如今房中可有人？可小事儿了？谁家上来就问这个呀？这和当众逼人脱裤子有什么分别啊？忍住，是皇家，我忍。小事了，房中没人，我母亲很严。好尴尬啊！为什么不是林毅坐在这儿？哦，你的意思是你母亲若管得不严，你就要试试了？可能有点好奇。毁灭吧，以后就叫你坦荡哥。这聘书我收下了，你跟着去吧。你也跟我来吧。这是听音阁，阿福喜欢听雨声、雪声，王爷特意建的。郡主雅致。你就是祖母给我挑的夫婿，好像特别黑。边关风沙所致，从前没这么黑。你要做我夫婿，我活着你不可以有其他人，我是不管外界说什么的。郡主别这么说，圣上既然赐婚，我自然想与无妻携手百年。话虽如此，可我身体不好，不希望因此生波澜。你年纪还小，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。别不好意思，定亲了，说清楚日子才能长久。你走近些，我配盏茶给你吃。把这些都收了吧。祖父说，一切让我不开心的人或事都没必要存在。虽然不知为何选了他，但为了祖父母安心，我愿意妥协。郡主都问了你什么？郡主给了我这个。青铜，郡主没他表现出来的好相处。他送新章是在告诉你，你对他来说就如这块心木。我明白。这亲事得让两人处出感情，否则青铜这小子以后遇到心爱的，搞出什么真爱小妾的戏码，那郡主可是有老王爷撑腰的。不行，婆媳关系多半是儿子不够好造成的，我得调整教育方向。怎么了？夫人，是夏家的车队把路堵了。夏家刚进京就这么大阵仗。夏将军被圣旨召回，给了个指挥千师的官职，在边关如鱼得水，回京给个4品，明升暗降了。皇上这是在削他们呢，这家人不足为惧了。小人谢郡主赏。不谢。王爷，林公子走了，还算有点用，能让阿福笑一笑也是好的。郡主，听说连林侯的零花钱都被扣掉，拿来给儿子回殷夫人的债了。林夫人说子债父偿，有一位有能耐的婆母，总比受气包好，省得郡主费心。各有各的好。强者从不抱怨环境，我只是身弱，不是心弱。做得好，去，尽快给我做2身衣服出来。夏家回京时嚣张跋扈，现在却像夹着尾巴的狗。看来他们之前的嚣张都是装的，就等着被警告的这一刻。这些古人才是玩心眼和政治斗争的祖宗，太可怕了。人都是自私贪婪的，等庶子长大，他们未必还有现在的乖巧。我必须保证绝对的掌控力，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。郡主，这孔明锁是我去木匠那儿定制的，喜欢吗？过几日我要出门猎艳，母亲说中秋前要把聘礼送来。别去了，我不信这些。你若真有心，亲手雕一对木头的吧。好啊，那我明天带着工具来跟你学木艺。工具就算了，你要跟我学，是不是该叫声师傅？见过师傅，请师傅赐教。安泽这人确实细心。
长姐，事情多有变数，你们还没成亲，长姐还是要守好自己的心。二姐怎么在这时候泼冷水？长姐要生气了。妹妹说的对，提点的对，未婚夫该做的事他做了而已，忠言逆耳，我岂能被那点虚情假意冲昏头脑？唉，长姐，我好喜欢你，我姐姐可真好。我也好喜欢我妹妹。好啊，合着咱们家就你们2个女孩了，那我明天当男孩去。长女次子都定亲了，离我退休的好日子不远了。夫人，王府来人说郡主昨夜吐血，让二公子今天不用过去了。去库里拿些珍贵药材送去，礼数必须做足，绝不能让老王爷挑理。郡主，林公子说他木易天下无双，等着您呢。郡主，林公子等着您呢。去吧，死皮赖脸才能追到老婆。规矩呢？猪可以放出去拱白菜，我家的白菜得看好了。郑千要回来了，你提前打算着，把屋子都收拾出来，别让他们住不好。母亲放心，去把2房的屋子收拾了。陈家的节礼必须用心，每个都要照顾到，这可是咱们的靠山。至于2房的屋子，随便扫扫就行。等家宴，我再大夸特夸自己多上心。夫人是不是做的太明显了？侯爷这话我不懂，我做什么惹侯爷不满了？侯爷尽管说，妾身会改的。老太太开私库贴补老二，她不生气才怪。幸好老二假期不长，否则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见过长嫂，不知长嫂费心安排我们在哪个院落？如意院，弟妹觉得如何？可有不妥？挺好的，劳长嫂费心了。不费心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二爷，不分尊卑的老东西，回头就发卖了你。回头得跟夫人说一声，保下这婆子。这种蠢出上天的奴才，留在母亲身边最好。要是换个聪明的，我才心烦。儿啊！给母亲请安。我的孙儿啊，快把我私库里的玩具都拿出来给青直带回去。我儿子考中秀才去私库还要限购，你这老偏心眼！哼！老夫人说，二爷和二夫人舟车劳顿，需要提提神，婢子们才特意为他们烹了新茶。母亲，可是茶不够分，不如把我这碗给嫂子。长嫂长家辛苦。也行，宗母嘛，贪图这点东西，哼！多谢二弟，不过那茶叶本来就是我长嫂送我的，被母亲拿走罢了。既然二弟没喝过，就多喝点，不够我回娘家要。这就是长嫂的规矩，在母亲面前如此放肆。怎么又登了我家门？过年连年礼都省了，以后也别送了，反正我和你长兄不配。儿岂敢！军师，你看看，这就是你娶回来的家夫。确实是家夫，我夫人孝顺真淑，没有她就没林家今天。嫁进来那是她的本分。倒是母亲，既然不爱喝茶，以后松鹤堂的茶叶就不用供应了。还有谭氏，休假无事去和府上嬷嬷学学规矩。大伯，我……郑谦，你兄长心冷，他千求万求回来的媳妇儿，他不会站在你这边的。母亲明知，兄长是为了让林家在京城扎根，像世家一样传承，我亦然。我与大哥当年看着世家排场，早就定下目标。大哥拿军功求娶长骚，我娶书香门第的妻子，都是为了林家打开局面。母亲，我们要为子孙计，以后您别再做这种事了，哥嫂不会亏待我。哪怕有一天为了林家的未来需要牺牲自己，我也万死不辞。只要族谱上能给我添上2笔。
这孩子跟着他哥着魔了，只要林吉说让他为了家族去死，他都会毫不犹豫答应。我偏心他有错吗？这孩子看起来就不太聪明啊。母亲要是生病，大哥定要教训我。母亲经验丰富，趁着师月在，您好好教教她规矩，也让她孝顺您。起来吧，快去哄你哥嫂。你嫂子心宽，再不去一会儿她就忘了。官场诱惑多，别忘了我们想要的是什么。我直接告诉你，如果有一天你贪赃枉法，我会毫不犹豫举报你，来换取林家的名声和我的官运升空。兄长，我一直牢记，还没恭喜兄长青铜定亲之事。景义王爷无子受宠，青铜娶了郡主，以后在边关的军功谁敢抢？这桩买卖划算得很。至于郡主身体不好，她若不能生，有的是人能生，大不了去母留子，王府也会答应的。我和夫人都想得透彻。这小子虽然一根筋，但没有那么多算计，憨实有憨实的好。林家不卑不亢，这亲事定得不错。行了，下去吧。真烦人，每次都在我们吃得正香的时候来抢人，这老登怎么还不滚回书房？哼！一句正经话不说，全吃光了。青铜还没回来，派人去王府没有？夫人，王府回话了，王爷说和公子相谈甚欢，今晚留公子宿了。没事，讨老婆的事情不丢人。我是怕你上朝被人调笑，我也怕出去交际被那些嘴毒的夫人嘲笑。夫人别忧心，他们就是嫉妒我们。我先回去了。昨晚王爷留你夜谈了？是的，母亲。跟他爹一样，脸皮够厚。你父亲在书房等你。去吧，院里桂花开了，打些桂花下来做蜜，请我去。母亲，我还想吃牛肉丝。好，午饭到母亲这儿吃。就是那程氏进宫了。今晚皇室中秋家宴，太后抱病不出。这世界太颠了，程氏早晚要死。富贵险中求，程家敢这么做，肯定有把握全身而退。虽然知道皇家秘密容易死得快，但这么惊天的大瓜太好嗑了，这下办中秋家宴都有劲儿了。花莲在我婚前有孕，她得知后跟我大闹一场，却并未说让花氏去死。这样心思浅浅、能干却不坏的宗母，正是我要的。但嫡庶尊卑不能乱，是我暗中动了手脚，绝不能让那孩子生下来成为祸家之源。如今看着他这副不涉嫌恶的模样，真好。当初孩子越生越多，他越来越怀疑我。为了保住他背后的陈家助理，我干脆去了边关。哪怕明知他会痛苦，姨娘孩子会被搓磨，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了，侯爷，今晚小心行事。圣上心情可能不大好，不该知道的事少知道。夫人放心，程氏回京了。才被派出去多久就回来了？太后和皇上这场博弈，看来还没分出胜负呢。只要你行事守礼，不让人抓到错处，谁也不能把你怎么样。就算是林区，也只能忍受你，绝不能将你休弃。老夫人，可以出发去藕香亭了。母亲，长嫂，这么规矩，这老太太到底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？怪瘆人的。饭还没吃，起起坐坐，先消耗半碗米饭，这破规矩。味道不错。好不容易弄来的牛肉，我特意吩咐厨房做成微辣的。老太太年纪下吃不了，谭氏不吃辣，干脆就不给他们上了。古今一轮月，千载寄晴晴，世上唯有日月亘古不变。这繁华，这热闹是他们的，
我却永远回不去了。在这吃人的深宅大院里熬到寿终正寝，才算真正的结局吧。